当地时间周二，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举动是错误。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回应称，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而对于立陶宛总统这番表态，台当局并未进行公开回应。有岛内声音就嘲讽称，刚接盘的2万瓶朗姆酒看来是白买了。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采取行动，纠正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情境，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上来。汪文斌指出，中立关系受挫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无助于中立关系的改善。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谋求台独分裂行径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当地时间周二，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接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称，本国政府同意以台湾的名义在立设所谓代表处就是一个错误。瑙塞达还表示，办事处的名称成为造成当今局面的重要因素，对我们与中方的关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必须处理它造成的后果。去年8月，立政府作出以上决定，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去年11月18日，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成立并挂牌运作。中国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随后立陶宛陷入了一系列的连锁危机之中。有分析指出，瑙塞达的表态尽管并非道歉，但正如其所言，名称是立方本次挑衅中国的关键所在。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开创了恶劣先例。立陶宛方面在运作这个所谓台湾办事处命名这个事情上呢，实际上心里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中立双方在涉台问题上的交锋，应该说立陶宛国内尤其是工商界和部分民众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强大的压力。我们看到现在立陶宛政府本身又是一片乱象，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立陶宛总统这方表态主要还是想安抚立陶宛国内的情绪。在采访中，瑙塞达还表示，开设不具有外交地位的代表处没问题，但错就错在关于代表处的名称，事先并没有与其进行协商。这一直白表态也显示出立陶宛高层领导人正在展开府院之争，导致在处理中立关系的方式上存在裂痕。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瑙塞达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已经在有关新冠疫情处置政策上发生过冲突，去年还曾公开争吵。此外，立陶宛外长及交通部长近期双递交辞呈，瑙塞达认为两人应该立即辞职，但西莫尼特却唱起反调，宣布两人留任。另据媒体透露，瑙塞达与总理西莫尼特已2个月没开会，一反之前每周一开会的惯例。立陶宛是议会制国家，总统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经议会同意任命和撤换总理，根据总理推荐任命和撤换部长。就权责划分来看，总统负责外交、国家安全与发布紧急命令，总理则负责国内事务、国土安全与执行国会通过法令与总统令，以及维持与外国、国际组织的外交关系。正因为此，瑙塞达是西莫尼特未与其协商，直接拍板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为干预其总统职权，而西莫尼特政府则视之为政府维持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外界还曝光瑙塞达和西莫尼特两人关系不睦，始于2019年5月的立陶宛总统选举，当时两人就是竞争关系。虽然西莫尼特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但其所在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却在2020年10月赢得了立陶宛议会选举，西莫尼特由此被推举为总理候选人，瑙塞达也只能任命他为总理。需要注意的是，瑙塞达就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名称上的错误发表讲话后，西莫尼特就在当地时间周3政府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就此发表评论。事实上，立陶宛这届政府自上台以来，不仅频繁杠上中国，还积极配合美国参与对白俄
罗斯的制裁，炒作移民争端。然而，无论是对华还是对白，利政府的操作可谓是昏招迭出，导致其支持度创下10年来的新低。此前的民调显示，立陶宛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从去年11月的21%下降至12月的17.3%，而不信任度则是从39.6%上升至47.8%。的确啊，因为现在这个立陶宛政府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而且这位政府总理呢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党自行其事啊，少数政治人物为了个人的利益啊去操纵政策啊，这样的情况呢的确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立陶宛方面呢采取的是这种一边说好话一边做坏事的这样一种两面的策略。虽然瑙塞达承认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但他同时却声称，中国大陆已对立陶宛采取非常规措施，立陶宛必须非常积极并非常清楚地向欧盟发出信号，这是针对欧盟成员国之一的一次攻击和一种压力。近来，立陶宛政府不仅从未反思悔改，反而四处造谣生事，频繁发表涉华错误言论，还试图拉拢欧美国家为自己撑腰。不过，立陶宛近日向欧盟求援却空手而归。欧盟委员会委员辛科维丘斯于上周一曾当面告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欧盟目前无法向立陶宛提供援助，因为各成员国对如何回应也存在分歧。有分析指出，自对华关系恶化以后，立陶宛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常商业活动已经受到不小影响。这和立陶宛方面最开始设想的不一样。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只占到了他们全国总出口贸易额的1%左右，所以立陶宛方面觉得，就算失去了中国市场，也根本不用担心来自中国的贸易反制。可问题是，立陶宛方面低估了中国的影响力。立陶宛在欧盟内的贸易占比高达95%，而欧盟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中国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为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份额不受影响，纷纷与立陶宛企业断绝了联系，这就让立陶宛的对外贸易陷入到了严重的困境中。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害后，也直接引起了其国内的政治危机。连日来，包括该国前总统阿达姆库斯、最大反对党农民与绿色联盟党主席卡尔鲍斯基斯、第二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袖布林凯维丘特等多名政坛重量级人物纷纷站出来指责现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出格、疯了、不够专业。我们知道，随着中立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毫无疑问呢，它会影响和扩散到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上。这样一来呢，在欧盟内部呢，也会对立陶宛形成不小的压力。由总统出面有了这种认错的言论，但是并不代表着立陶宛政府呢已经真正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呢，还是想要继续从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那儿得到更多的支持。还有分析指出，立陶宛当局赶着将自己的国家绑上美国战车，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该事件不仅透支了立陶宛的国家信用，而且一旦美国达到自身目的或者更改战略方向，立陶宛这枚棋子将立即成为弃子。到时候最倒霉的还是立陶宛人民。即便立陶宛现在有了知难而退的想法，但是呢，出于这个服从美国的所谓全球战略的考虑，他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地步。但是我觉得，如果立陶宛方面呢仍然执迷不悟的话，应该说这种挑衅的后果呢还会继续增加啊。比如说，除了政治方面，除了经济方面受影响以外我觉得立陶宛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它今后在多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上，实际上和中方呢还会有更多的交集。立陶宛总统的表态也在岛内引发强烈震动。尽管蔡当局以所谓不予置评搪塞，但岛内舆论批评其只会做缩头乌龟，假装听不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以台湾的名义开设办事处是错误的，而且这件事情没有与总统本人商量。您对此如何看？立陶宛总统总算回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上面来了。立陶宛与台湾有经济文化往来，并没有问题。台湾地区在其他国家也设立了办事处，但都是以台北来命名的。立陶宛非得不走寻常路，坚持以台湾来命名。中国外交部呢，在此之前也是多次言明，
允许设立所谓的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就是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制造一中一台。类似的警告，中方也不是说了一遍。为什么立陶宛这么不听劝告呢？我想并不是立陶宛笨，而是心存侥幸，非要扮演美国制衡中国的马前卒，冲在第一线。从中方降低外交关系之后，立陶宛才慢慢感觉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老塞达现在出来表态，我想原因不外乎是：第一呢，甩锅，内阁和外交部长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跟总统商量，现在出问题了，老塞达要把责任摆清楚，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老塞达的政治前途。第二，老塞达其实是在告诫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指明了可行的方案，就是把名字改一改。既然立陶宛与台湾开设办事处并不具有外交地位，为什么非得跟中国政府发生激烈的碰撞呢？第三，老塞达还向欧盟求援，声称中国对立陶宛采取了非常规的措施。立陶宛呼吁欧盟对此做出回应。立陶宛是欧盟的成员国，其实是想让欧盟为立陶宛的错误买单，而且呢，还是恶人先告状，将中方采取的反制的措施视为未经宣布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声明，中方对立陶宛的政策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中方对立陶宛的错误行为给予有力、有理、有节的反制，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允许立陶宛将错误对华政策变成中欧之间的问题。立陶宛政府最近一段时间的对外战略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反对党领导人严厉地批评政府对华政策是极其的不专业。前总统也认为立陶宛这样的小国不能冲在对华政策的第一线。立陶宛政府最近全面倒向美国，冲在反俄反华的第一线，尤其是为了配合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撕毁了与白俄罗斯签订的钾肥运输合同。立陶宛的步子迈的也是太大了，以至于欧盟都有点受不了。当然，立陶宛的政府还是想以小博大，狐假虎威，借着美国来绑架其他大国。4两拨千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无关乎大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大国可以对小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要触碰到大国的核心利益，最终的结果呢，就是4两被踢出局。美国给立陶宛不过是声援，这些空话大话解决不了立陶宛的安全和经济的利益。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已经辞职，政客的错误需要企业来买单，而且这些政客呢还不打算辞职，难怪立陶宛政府的支持率是一路的走低，未来呢也不排除政府总辞的可能性。